视频开始前，想问一下各位的开头等于多少级呢？有没有萌新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夏，不是梁虾。1.6 版本上半即将迎来复刻角色刃。这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刃的角色攻略啊。那么在目前版本刃还值不值强度档抽取呢？看完这期视频，相信会有你的答案。有帮助的话，希望点赞支持一下。至于一个硬币实时经验，同视频对转发情况比较大，帮忙转发一下吧。不用真的转发，退回来就行了。同时还无经验拿。刃呢是一位风属性毁灭复活角色，在队伍高配情况下可以打入主线输出了。刃的输出较为平滑，普攻、追加、大招都是刃的输入来源了。刃的三维面板80级基础生命值1358，在毁灭角色当中生命值仅次于净流了。攻击力543，防御力485，总体属性作为副 C 算中间偏上了吧。因为刃呢主要依靠生命值收益为主的，攻击低问题就不大，速度97则是常规的毁灭低速度了。先给结论，刃的技能全部都要升级的，通过释放战绩消耗30%生命值上限，让普攻变为强化普攻，受益于攻击力和生命值，生命值收益占比会比较大，然后释放战绩会消耗一个豆子，持续3个回合，而且当前回合不计入，也就是说4回合只需要消耗一个豆子就可以了，强化普攻无法长点，也不会消耗了。天赋则是受到伤害或者耗血可以叠一层充能，5层之后释放一个全体的追加攻击伤害，并且可以恢复1/4的生命值上限了。这一点应该非常好理解吧？适合敌方怪比较多的情况下，清理小怪比较明显，比较好用。终结技呢，将当前生命值转换为固定版50生命值上限，伤害受益于攻击力、生命值以及累计消耗生命值造成的单体扩散伤害。累计不超过刃的生命值90%可能听起来有点懵啊。说白了就是你生命值需要蹦迪，需要搭配一个奶量超高的一个治疗角色，毕竟有回血才能足够去耗血嘛，和压血是不一样的，这个要注意一下啊。接下来看看行技方面的，刃的能力1，生命值低50%，提高20%的治疗量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奶妈的治疗压力了。能力2，强化普攻命中弱点击破状态敌方，可以恢复少量生命值，锦上添花的效果吧。能力3，天赋追加伤害提高20%，看着给很多，那其实刃主要输入来源是普攻、大招以及追加伤害的，只给追加增伤，那只是说收益一般般吧。行技分叉方面有12暴击率，28的生命值上限，10%效果抵抗，这3个属性也明示了刃所需的属性了。然后秘技是可以开局叠一层天赋的，那考虑到不能脱手以及能力3只给追加增伤，各方面设计下来就比较保守了。不过作为老角色嘛，也算合理。那么刃的配对该如何选择呢？接下来说一下配对方面的。当前版本刃最佳配对是刃罗亚佩拉，布洛尼亚可以让速度比较慢的刃高频打出伤害，顺便更加容易叠满5层充能，造成追加伤害了。佩拉呢，在长点的同时还能给敌方起到减防，提高刃的输出。而罗刹呢，则是长点以及治疗。前面也说过了，刃需要多耗血打出高伤害，如果没有足够治疗，就很难耗血打出高伤害了嘛。那么随着版本的更新，其他奶妈生存也是可以的，比如霍霍、福玄都是刃的好队友。当前版本刃没有布洛尼亚，输出方面会大大下滑，所以强度档玩家培养刃最好有布洛尼亚，星魂是没有什么要求的。至于佩拉呢，相信各位都有不用多说。没有5星生存位可以带林可，如果没有林可也不用担心 1.6 版本会新增一个混沌获取林可的获取方式了。林可可以给刃提高嘲讽值以及生命值上限，在练度足够情况下也是非常好用的角色之一了。刃的配速方面有2个比较重要的细节说一下吧。首先是配速，有2种不同配速，一种是速度比布洛尼亚高来让刃双动打伤害，但是刃自身初始速度只有97非常难，所以我推荐低速刃高速布洛尼亚。布洛尼亚速度只要150以上就足够了，160会更好。这样体验下来就是说可以让刃可以双动，还能提高布洛尼亚的大招回转，个人感觉是个更好的。第2个细节，因为刃的输出主要是普攻、大招追加伤害为主的，比较平均，那么布洛尼亚大招尽量在刃的回合内释放，最好同时可以吃到大招、普攻以及追加伤害，这样可以吃满布洛尼亚的增伤，收益会更好，应该是非常好理解了吧。至于佩拉和生存位速度能高则高，没有特别要求了。刃的关追方面的话，首选专武到不了的彼岸，白值比较高，生命值比较高，还有高额的暴击率，还有增伤，全方位的适合这个刃。
其次呢是用那个隐月装光或净流装光，这2张光锥看你的暴击暴伤分配情况来决定。个人实际用下来差距不了多少的。然后是其他的5星光锥可以用克拉拉的装光，或者说星神陨落金舞，这2张虽然是攻击力为主，但是起码攻击加的很多，收益还是可以的啊。然后4星的光锥用秘密4星高谍影，如果是满谍影的话，会比这克拉拉和这个什么星神陨落好点。本次卡池也会有，到时候如果抽到了可以换上去。4星的月卡光锥，白值生命值很低，特效给的攻击力，然后回血就没了，一般般，不推荐的。仪器选择方面，外权选择生命暴击套加16%暴击，可以稳定吃满吧。给刃来说啊，内权方面，萨索图和防星套都是可以的，两者差距不大。就个人体验下来，刃需要高暴击才好用，如果刃只有70-80还是不太够。我目前刃的暴击是89，加上16暴击已经是溢出了满爆的情况下了。那么在打混沌的时候非常的舒服。衣服为常规的爆伤暴击衣，一般情况是爆伤吧。鞋子是生命为主的，球可以带风伤球或者生命球，两者我测试下来差距并不是很大，毕竟布洛尼亚增伤给的太多了，风伤球的收益就不是很明显了。绳子推荐生命绳。如果你没有刷这个生命暴击套，可以用全闪剑对生命和高暴击的一个面板，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。最后说一下星魂方面，顺便给出一个抽取建议啊。一命它是给大招增伤的，这个我觉得一般般吧，毕竟普攻和追加都不吃。2魂是给15暴击率，低暴击情况下好用，高暴击用处就不大了。像我一样，你暴击都满了就用处不大。4魂是给生命值上限的，最高可以叠2层，40%收益还可以。至于6魂呢，就是追加伤害会得到一个提高伤害，我觉得总体给的比较保守啊，它不是全部加的嘛，它是只加大招或者说只加追加的那种情况，知道吧？星魂看下来总体性价比不高，推荐抽个0+1装5会比较好啊，装5提升就比较大了，生命白值高，生物的收益也比较大了。哦，不对，是仪器啊，这个说错了。至于说刃要不要抽呢？我觉得得你有布洛尼亚前提下才去抽会比较好。如果没有布洛尼亚单副 C， 其实真不如带一个辅助会更好。虽然托帕也是副 C 啊，但是它有一个异伤拐吧，收益还是很不错的。当前版本铁道纯副 C， 它的一个强度性价比是不高的。再考虑到这个配对要求也比较高，需要高速布洛尼亚，有罗刹，尽量有罗刹会比较好啊。如果你是铁血强度党，那么刃是完全可以不用抽的。如果你是说追求1磅强度1磅的一个性价比，那是可以考虑抽取的，毕竟它还是有优点的嘛，生存能力高以及耗点少，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有开发空间很大，而且以后的生命拐来了之后会更好。那么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喉咙有点不太舒服啊。最近天气也转凉了，各位记得保暖一下啊，注意身体。那么祝各位在新版本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。那么我是梁夏，我们下期视频见，各位拜拜。